据亚洲时报的最新报道，隶属于印空军的阵风战斗机飞抵拉达克地区的中国边境，这些战机开始携带实弹进行武装边境巡逻。随后，印度空军发布了阵风战斗机的最新图像。这些战斗机在拉达克进行边境巡逻时，机翼端携带了米卡近中程空对空导弹，这表示印度空军开始刻意加强中印边境的空中力量。但是媒体表示，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印度阵风战机搭载米卡空导弹在拉达克上空飞行。其实，在去年9月，印度空军的阵风和幻影2000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过。据报道，这2架飞机都在拉达克地区进行战备巡逻，而且都装备有导弹。印度媒体认为，这是印度为确保和维持飞行运输能力的家族化飞行的一部分。毕竟，印度一直是法系战斗机的勇度，但是这确实是印度空军第一次将这些导弹在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不过，区区2枚导弹更像是一种刻意的摆拍。毕竟外界都知道，印度空军阵风战斗机最王牌的装备应该是欧洲的流星超视距空导弹，但是流星导弹的交付数量明显不足，短时间内还不会在阵风战斗机上大面积曝光。由法国 MBDA 公司开发的米卡导弹曾经是全球最先进的中短程空导弹之一。米卡导弹最大的特色是同时具有2种交战能力，同时可用作短程和超视距导弹。该武器配有2个可以互相替换的导引头，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带有雷达引导头的米卡 RF， 提供全天候的上下射功能。另一种具有双波段成像红外导引头的米卡 2R 具有出色的近距离格斗能力。印度空军称，米卡导弹的红外成像引导头具有独特的隐身拦截能力，可以威胁歼20战斗机。中国空军对于米卡导弹也不陌生，毕竟这也是海峡对面空军新属基地幻影2000的主力装备。米卡导弹同时兼顾近距和中距能力，使得其2面都有所忌惮。作为中距离导弹时，其射程太短，不足60公里；而作为近距导弹时，机动性又比不上专业的格斗导弹。印度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冲压发动机的流星导弹，但显然印度不会采购太多，甚至打算以国产的阿斯特拉导弹来补充。而印度国产的导弹性能能否比得上流星，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有趣的是，甚至有印度军事观察人士表示，就印度空军这点战斗力，还想抗衡中国，这是找揍。据说印度空军最近收到了第4批3架阵风战斗机，使服役的飞机总数达到14架。印度空军表示，将在4月中旬之前的西孟加拉邦的哈斯马拉建立第2支阵风中队，此处正在中印东部边境争议地区的正南方。很明显，印度空军计划将阵风战斗机拆成2部分使用，分别应对中国空军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的战机。区36架阵风完全不可能应付2条战线的冲突，因此印度空军的下一轮军机招标是势在必行的。目前参与招标的战斗机包括阵风、F-15EX 和瑞典的鹰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阵风都会是首选。只是法国人会不会愿意降价，又是另外一件事。对于各大军事强国而言，空降部队是最重要的快速反应作战力量以及最精锐的作战部队。而一国空降部队的调动，意味着该国将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诸如美国的第82空降师、俄罗斯的第76空降师、中国的第15空降军等等。但各国的空降部队的归属是不同的。美国的第18空降军的部队仍属于陆军编制，而俄罗斯的空降军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兵种，不受3军节制，直接受俄国防部指挥。可以说，每次身着蓝白海魂衫和蓝色贝雷帽的俄空降军出现在某个地方，意味着俄罗斯正式对此地动用武力。由于目前俄乌双方在顿巴斯的接触线上的局势正在加剧，俄罗斯正向克里米亚派遣越来越多的部队，而俄罗斯社交网络的信息表明，第76空中突击师正在从波斯科夫向该地区远程调动，这是对乌克兰发出危险信号。日前，社交网络上出现一段视频，该视频显示一列火车正在运输俄空降部队使用的诺纳 S 自行火炮，而根据火车服务网站的显示，这列火车从普斯科夫地区出发，朝新飞罗波尔方向行驶，而火车的出发站正是第76空中突击师的驻地。目前俄军正在大量使用火车将各类部队向乌克兰边境和克里米亚运输，因此俄精锐的空降部队肯定会有所行动，这并不意外。根据火车的行驶方向来看，第76空降突击师将会部署至克里米亚地区，加强当地的防御力量，甚至作为进攻的主力。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自东乌局势紧张以来，乌克兰陆军已经在赫尔松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并且有重型火炮和火箭炮对准了克里米亚的驻军。乌克兰军队的压力使得俄军不得不加强克里米亚的军事力量。目前俄军空降部队现有4个空降师、6个空降旅，外加2个旅级单位组成，人员总额共4.5万人。俄罗斯空降部队是全球突击能力最强的伞兵部队，因为其装备有大量的车辆装备，比如 BM-D4 伞兵战车、2C-25自行反坦克炮、菊花自行反坦克导弹、诺纳 S 自行破榴炮、
作为俄军最精锐的突击力量，第76师的部队可以迅速空降至敌人的后方展开行动。而作为对手的乌克兰军队防空体系已经老旧，多年来没有更新，很难阻止俄军的空降。乌克兰军队虽然也保留了所谓的精锐空降部队，但其实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只是精锐的步兵而已，早已失去了空降能力。这场原苏联一哥二哥之间的对抗，或许在开战初期就已经分出了强弱。不久前，我国的首艘航母辽宁号携包括05型驱逐舰在内的多艘军舰通过宫古海峡到远海进行训练的消息引起多方关注。此次辽宁舰出远海，也证明了我国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当然，除了辽宁号航母，我国还有另一艘航母值得关注。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这次出远海的是辽宁号，而不是最新的山东号航母呢？我国山东号航母又是否会借着辽宁号而上？根据港媒《南华早报》在4月8号的报道，我国的第2艘航母，也是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可能将在今年年内在远洋展开演训。有分析人士指出，一般情况下，一般航母在交付给海军后，依旧会有数以千计的项目需要测试，这也是山东舰在正式服役后一段时间依旧不活跃的原因。而完成测试的时间一般在18个月。考虑到山东舰于2019年12月正式服役的，因此很快就能正常行动了。据获悉，山东号航母拥有12000种不同的系统，虽然复杂，但却是我国未来重要的核心战斗力。最近，官方也特别报道了山东舰的近况，展示了山东舰的内部机库以及5000名官兵在航母上的生活。这无疑是放出一种信号，在辽宁舰出远海训练的同时，山东舰也没有闲着，而是积极参与备战，并且随时准备出海。军事专家就表示，此前山东号航母进行了9次海试，不过基本是在渤海与南海，并且靠近港口，这并不能体现航母作为远洋武器的战斗力。如今可以判断，山东舰具备了初始战斗力，之后追随辽宁号的步伐，出远海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因为这才能体现山东号航母作为海上大型军事平台的价值所在。作为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航母的建造参考了辽宁号航母，因此也是采用滑跃式甲板，并且在大小上也类似。不过，山东号航母舰载机容量较辽宁号多了50%，这也证明了我国在航母建造上的进步。当然，我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就算目前拥有2艘航母，那还是显得不够用。也正是因此，在完成山东号航母的建造后，我国还有更多的航母建造计划。而港媒也带来了我国第3艘航母的好消息。除了山东舰，港媒还提到，解放军的第3艘航母预计会在今年稍后的时间里下水。这艘航母将装备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根据此前的进度显示，这艘正在江南造船厂建造的航母建造进度已经进入了尾声，而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一艘远比辽宁号与山东号要大的航母，并且会采用电磁弹射装置，因此将会容纳更多的舰载机。在美国的怂恿与支持下，日本这个国家开始不断叫嚣中国，将中国视为本国主要的假想敌不说，还在近等时间就台海问题煽风点火。日本方面虽然嘴上说着要跟美国合作，使用威慑力量来制造一个环境，让大陆与台海能够找到一个和平友好的解决方式，可实际上却是想用武力来阻挡两岸统一的进程。据悉，菅义伟将于近日访问美国，此次美日双方会晤是拜登上台以来的第一次。在即将访问美国之际，日本大谈台海问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还对外公开表示，出于维护地区战略利益以及美日同盟的需要，倘若美国真的在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日本将直接出兵给予援助。很明显，日本是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同时两国在利益上也是一致的，也就是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在美日看来，倘若台海独立了，那么其未来将很难控制；倘若大陆统一了，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因此当前的现状无疑与是最好的，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改变。只不过日本试图借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战略压力，并且谋求打断中国发展的进程，无论是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愚蠢的。经济方面，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如果中日破裂，必定影响双方的经贸关系。战略层面，日本之所以想借叫嚣中国来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想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以换取美国在有争议岛屿问题上
上对日本的支持。可不管是相关争议岛屿，还是台海问题，美国的目的都不是要为日本主持公道。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一枚可利用的棋子。支持日本不过是想让该国在关键的时刻冲到反华的前线。日本应该清醒自己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一味的向美国示好，最后的下场必定非常惨烈。借着叫嚣中国向美国表忠心，日本以为我国就一定会忍气吞声吗？台海本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台海问题煽风点火，就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触及中国底线的是，中国绝不心慈手软。根据日本最新消息显示，日本自卫队近日在日本长崎县西南470公里海域发现了包括辽宁舰在内的6艘军舰。对此，外界军表示，解放军航母编队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但这绝不只是为了威慑台独势力，更确切的说是向美日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包括美日在内的多国不再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下一次就不是派出军舰警告这么简单了。